又买新包了，这次呢还是来自 The Row。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珍杰西卡，在纽约分享清楚你的优雅和自信。上次呢，我分享了新入的 The Row 的这只 Margot 啊，那在影片的结尾呢，提到说它毕竟是个大黑包嘛，像秋冬天很多大地色系的衣服，其实配上呢是有点困难的。所以呢，我没忍住就买了这个深棕色的 Terrace 的包包，结果好多朋友留言说想看，那今天就来一集开箱影片吧。依然呢，也是会包含整个购买过程细节的展示，我的上身搭配以及优缺点分享，希望大家喜欢，也记得点赞订阅哦。同时呢，也可以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那我们就开始了。那说起这个 Terrace 包包呢，其实我很早就看到有人背过，当时呢也没有特别种草，因为好多品牌都在出，各大快时尚也都有。我觉得这个包可能除了肩带比较长哦，背在大衣外面比较轻松以外，我也想不出有什么优点，不是我的菜。那事有凑巧，8月份的时候呢，我正好有一个小伙伴从外州来看我，那我们就乱逛街，正好逛到了我家附近 The Row 的专卖店。那说起那个专卖店，我这里也岔开一句啊，有机会来纽约玩耍的朋友呢，一定要去那里看看，整个氛围很 The Row， 还蛮有意思的。那扯远了，我们说回来，那天我走进去，第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包包，因为我没有想到它的皮质这么的好，而且这个棕色好特别啊！哎呀，我看了就好心动，当时一看价格$3950。哎呀，这个时候呢，我就陷入了沉思啊。一方面呢，我觉得自己刚刚买了 The Row 的 Margot 啊，现在再去买一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而且吧，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赚钱很辛苦的好吗？很多钱啊！所以我就站在店里面，真的 literally 在那边思想斗争了整整10分钟。那10分钟之后呢，我就想算了，要不买回来吧，反正离我家挺近的，对吧？如果不喜欢，我可以过2天再来退的嘛，对吗？我刚和店员说，店员就说不好意思，已经被人家订掉了。好吗？怎么有钱人这么多，买起东西来都不眨眼的吗？那得不到的总是最好的，对吧？回家之后呢，我就上他们的官网和各大电商，你没有听错，是各大电商，所有你能够想到的电商平台我都上去找了一下，最终呢，我在 Forward 上面找到了这最后一支，赶紧下单。下单之后呢，我就搭配了各种衣服，发现它果然真的很好搭配，好吗？所以我就决定把它留下来了。那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这个包。这个包呢叫做 Terrace， 但其实是个法语来着 ，Terrace 意思呢就是露台、露天阳台的意思。它的隐喻呢就是干净平稳的那种造型感，确实这个包包是蛮干净平稳的，也蛮符合 The Row 一贯的美学。包包的尺寸呢是13×8×7英寸，自重只有260克，非常的轻，价格是$3950。全身呢基本上是看不到 logo 的，只有在一侧的侧面，这里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同色系的 The Row logo， 基本上看不到，而且呢看上去也没有5金件的，非常的低调安静。这个包包呢看似简单啊，其实有很多讲究的细节啊。主打呢就是它既有结构感，同时呢又有一些随意性，就像一个很优雅的几何体一样。它最厉害的点就是这个皮质特别的柔软，摸上去就像丝绸一样细腻啊。而且呢它的这个皮比 The Row Margot 更加的软，应该能够感受到吧？它呢还是有一定的硬度的，这个真的是摸上去如丝缎般的柔滑，但是呢它又有一定的柔韧度，同时也有一定的厚度，这样呢才能够保持这个包包的结构感，还有弹性哦，不容易变形。另外他们家的包包呢还给我一种皮是很活的那种感觉，不死板哦，因为他们的皮呢都是经过特殊揉制的，所以很亲肤，而且怎么弯折都没问题。你看我就可以这样弯折，一点都不会坏。所以这个包包你看我哪怕作为一个 clutch 都是完全没有压力的，就很神奇，对不对？而我之前买过的那些大牌包包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柔软度的，稍微弯折一下包包上就会留下很难看的折痕啊。所以 The Row 的皮确实是一绝。这个包包呢它是有一点点立面的，我们仔细看会看到有一点点纹理感，但是呢它的纹理感相对是比较细腻的。我把这个 Margot 再拿出来给大家对比一下，就会发现 Margot 的纹理感呢是比较粗一点的，但是这一款 Terrace 或者说 Terrace 它的纹理感呢就会很细，在光线下呢还能够呈现出微妙的纹理变化。
营造出呼吸感。而且呢，这种皮质随着时间的流逝呢，它会产生自然的折痕和光泽，越用越美丽。那这也就解释了说，即使是快时尚都出了差不多类型的包款，但是绝对就没有这一款这么有松弛感和呼吸感，也就是因为这么好的皮质的原因。内里的皮质就更豪华了，我的天哪！它的这个皮有多柔软，摸过才知道，原来它的内里是羊皮啊！只能说奢侈品呢都是在看不到的地方在用力啊。而内里呢，它也有一些暗带啊什么的，设计也很简洁。其实内部的空间还是蛮大的，细节呢也是一如既往很优秀，无论说这样的边油啊，或者是走线什么，都是很平整的，挑不出任何的毛病。那至于款式呢，好像粗看就是个保龄球包，但其实不然，它是有巧心思的。那为了更好的说明呢，我这里也拿一个 Miu Miu 的大热的保龄球包做一个对比，大家一看就明白了。这两个包包猛一看呢长得好像，但是仔细看完全不同。Miu Miu 这一款呢是四四方方的，有一种虎头虎脑的感觉，而 The Row 这一款呢，从顶部到底部是轻微往里收的，有一点点建筑美感，也有曲线的优美。那再看拉链Miu Miu 这一款包包呢，它的拉链是贯穿一整个包身的，而且这个拉链非常的大，拉链头也很大，是金色的，很有存在感。但是 The Row 这一款你看光从外观看是完全看不到拉链的，其实它的拉链呢是在里面的，是陷下去的，而且呢是银色的，很低调。也正因为这个拉链呢是下沉的设计，所以你看它的侧面是有一个小小的弧线的，或者说一个缺口一样，那就增加了一点点灵动感和曲线美，视觉上呢就显得很优雅不生硬。那我总结一下吧，Miu Miu这款包包呢就是比较年轻有活力，虎头虎脑的，就像一个充满闯劲的年轻人。而 The Row 这一款呢就是很低调内敛很优雅的大姐姐。那两者呢是没有什么谁好或者是谁不好，就看你自己的审美偏好了。那还有一点要表扬的就是它的肩带做得很长所以无论你是穿很厚的大衣或者羽绒服什么，都是背得上去的。另外它的这个肩带呢一如既往质感特别的好，是有一定的立体感的，而且很圆润，无论你是手拎或者是背在肩膀上的都觉得很舒服。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这个包包的颜色呢也调得特别的好，它呢是棕色，但是呢从某些角度看你就觉得还蛮像黑色的，所以给它的搭配呢增加了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在光线下呢又能够呈现出不同的棕色调来，很奇妙的颜色。不瞒大家说，自从我入了这个包之后Margot 那个包我背的次数就急剧减少，因为这个包几乎所有的衣服都能够搭配得上去。比如说呢，搭配大地色系的衣服就最完美了，全身同色系，和谐又高级。我之前呢还搭配过稍微亮一点的红棕色衬衫，就可以用这个深棕色的包包来压一压。搭配卡其色也没问题尤其和条纹衫搭配在一起，还有点法式。我以前呢觉得棕色和灰色系是没有办法搭配在一起的，没想到我穿一身灰的时候背这个包也是 OK 的，这个颜色真的好奇妙还可以撞色搭配，比如说呢蓝色的毛衣搭配在一起，复古又吸睛。比较休闲的衣服呢也搭配得上，我之前搭配过绿色系，包括一顶绿色棒球帽，配在一起呢就有一种美式复古风。这里要说一下，我一般背这个包的时候呢，我是不拉拉链的，就这样把它敞开了，主打一个松弛感和随意感那最后呢，我就总结一下优缺点吧。它的优点呢，就是皮质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每次看到这个皮我都会很感慨这个才是奢侈品应该有的皮质。而且它非常的轻，260克，大部分这种大小的包包都起码是1倍以上的重量，所以背在身上呢真的是很轻松。长肩带无论你穿什么衣服都背得上。
那最重要的是呢，它的风格太百搭了，就像我前面展示的，无论你是什么风格的衣服，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搭得上去。我之前呢，本来还以为说，那你就参加活动可能就用不了，但是你看，因为它的包是如此的柔软，就可以把它捏起来作为一个 clutch，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参加活动了。所以我就想不出任何一套衣服、一个场合这个包包是不能够适用的，真的太百搭了，好吗？那缺点也是有的。第一呢，就是因为这个包包的皮质特别的柔软啊，所以你日常呢要好好的维护它，里面呢还是要放上一些塑料泡沫把它定型，而且呢它不会像 Margot 这样啊，因为它的纹理感比较粗一点嘛，所以稍微刮到一点问题不大。但是呢这个包我目测，如果你稍微刮到一点呢，可能就会留下比较难看的划痕。当然我不介意啦，只是说它相对来说我感觉会比较的娇嫩，当然是相对来说。总之就是不能够暴力使用。第二呢，就是它的皮哦，虽然它是有一定厚度的，所以能够做出这个结构感，但是总体来说呢，我感觉还是有一点点薄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呢，我放一些形状比较突出的书，也比较重。你看我放进去之后啊，这个形状呢就不是特别好看，而且这个下面的底部呢就会有一点点下垂，因为整体来说皮还是不够那么的厚。当然了，如果做太厚，可能也就没有那么柔软，就失去了灵魂，它还是找到一个平衡了。所以你里面呢不能够放太多太重，而且是奇形怪状的东西，这样呢会让这个包包的形状呢没有那么好看，对吧？这样就不是太好看。你看我现在里面放的就是一些塑料泡沫，保持这个形状，那这个时候包包就很好看，而且下面的底部呢也不会下垂。那第三个缺点呢，就是它的底部是没有脚钉的，就是全部是真皮的。那如果这样往地上夸一放的话，下面的皮肯定全部都刮花了，所以这点我不太满意啊。所以我现在用这个包还是相对比较小心的，不会随便的往地上放。那第四呢，就是它的容量大小了。那这个包包的容量呢，我感觉就像一个中号一样，日常出门呢是绝对够用了。但是啊，如果你想要放电脑是不行的。我在网上看到人家说放一个 iPad， 差不多勉勉强强吧，因为我自己也没 iPad， 我也没有尝试过。所以如果你要买一个电脑包的话呢，这个包是不行的。总而言之吧，我对这个包非常的满意。我现在可以出结论啊，我喜欢这个包要多过于喜欢 Margot。如果我是之前就买了这个包的话，我是不会买 Margot 的。但是买也买了。再用一阵再说吧，看看什么时候我会把 Margot 断舍离，暂时没有这个想法。好了，那么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在考虑呢，要买 The Road 的这个 Terrace 或者 Dehas 这个包包呢，希望这个影片呢，能够对你的购买决策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帮助，那我就会很开心了。我是小珍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如果还没有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呢，也记得赶紧加入，在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